面条是糖尿病的加速剂吗？医生，不止面条，这4物能不吃就不吃。李叔，您老人家以后可绝对不能偷偷吃面条了，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医院里，一个大夫拿着检验报告，脸色很郁闷地规劝着自己的病人，就是这次要不是好心人帮忙，你这条老命就交代了。边上伺候的老太太也是连声的应和着，两人的话让床上躺着的老年患者一脸尴尬，有些虚弱的挤出了一丝苦笑道：我也没有想到吃一碗面条会这么严重。大夫闻言无奈的说道：面条可是正儿八经的高淀粉食物，像您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是绝对这么吃的，否则真的很危险。他说完又转身叮嘱旁边伺候的老太太：阿姨，像李叔这样的情况，不但面条不能吃，还有4种食物也要尽可能远离。医生的话让老李的耳朵立即就竖了起来，他很好奇其他的4种食物都是什么。1. 血糖的加速器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老百姓根本上就吃不饱饭，很多人都患有低血糖的毛病。那时候高糖的食物太难得了，很多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到。可随着咱们国家的不断发展，这样的日子早就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。现如今低血糖的人非常稀有，反而是高血糖患者比比皆是。曾经民众们爱吃的高糖食物，现在大家普遍都敬而远之，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群体对这种食物更是畏之如虎。之所以如此，实在是这种食物吃多了会导致血糖持续升高，从而患上糖尿病。这种看似不要命的基础性疾病一旦沾染上，就会成为甩不掉的麻烦。不但要终身吃药，而且还必须严格的控制饮食习惯以及生活习惯。其实不只是高糖食物会导致血糖升高，一些富含淀粉的食物也是特别容易引起血糖变化的。比如北方人常吃的面条，一旦摄入过量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血糖加速器。我们都知道面条是高淀粉食物，而淀粉进入人体以后会分解出大量的葡萄糖，这些无法正常代谢的葡萄糖进入血液以后，肯定会让血糖含量快速升高。再加上面条这种食物本身也是高糖分的食物，它里面的含糖量是可以媲美一些高糖水果的。这2种糖分共同作用于患者身体，患者的血糖不升高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因此，上老年人群体一定要多注意饮食控制，尽可能远离面条等高淀粉分食物，不然血糖是很难被健康稳住的。2. 需尽可能远离的食物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控制饮食特别的重要，因为食物中所含的糖分以及淀粉都会导致血糖快速的发生变化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糖尿病发展到中晚期的时候，患者是绝对不能摄入高糖、高脂肪、高淀粉食物的。比如北方最常见的面条，对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绝对的禁忌食品。其实不只是面条，下面的4种食物对糖尿病人也是非常不友好的，平时能不吃最好还是别吃。1. 油炸食物。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，油炸食物在早餐里面都是必不可少的。香气诱人的油条，金黄酥脆的油饼，软糯香甜的麻团，味道浓郁的韭菜盒子等等，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油炸类早餐。这些富含淀粉的食物在经过高温的油炸以后，会散发出特别诱人的香味。睡醒吃一口，不但可以补充夜晚所消耗掉的能量，而且还能保证一早上都精神旺盛。但对于糖尿病人来说，这样的食物跟毒药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只需一小口下肚，好几个月的艰辛努力就会化作流水，血糖立即就会飙升。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，糖尿病人日常最好不要接触这些高淀粉的油炸食物。2. 高热量的食物。很多糖尿病人的饮食都有一个误区，认为只要自己少吃高糖高淀粉的食物，就可以万事大吉了。其实这是远远不够，也是不全面的。糖尿病患者控制饮食，最好是从食物的总热量上面入手，所有高热量的食物一定要尽可能远离，比如常见的一些富含油脂的坚果、花生酱、巧克力酱以及奶茶、奶油等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范畴的。这些食物平时生活中比比皆是，稍不留神就可能遇到。糖尿病人一定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，经常性摄入的话，对控制自己的血糖正常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3. 各种饮料。除了在吃方面要多注意之外，喝的东西也是绝对不能够马虎的。
糖尿病人由于血糖的异常，每天都会喝大量的水，这是谁也控制不了的。淡而无味的白开水喝多了确实非常的乏味，所以一些患者就会选择用饮料来稍微满足一下味蕾的追求。包装精美、甜滋滋的饮料喝着确实很爽，但喝完以后血糖就会快速的飙升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市面上所有的饮料里面都含有不少的糖分，如此大量的糖分进入体内，血糖不升高才有问题呢。所以糖尿病人一定要尽可能的少喝饮料，那东西正常人喝多了都没有什么好处，更别说糖尿病患者了。多提醒一句，瓶子上面写着低糖的饮料也不能多喝，因为低糖并不代表不含糖，经常喝也是会引起血糖升高的。4. 所有酒水。喝酒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，毕竟我们国家的酒文化非常的流行，平时不管谈事情还是好朋友见面，酒水总是少不了的，要知道无酒成不了席。但这种约定俗成的事情却是糖尿病患者们无福消受的。糖尿病患者喝酒以后，不但肝脏会受不了，而且胰腺也会随之受到一定的影响。要知道胰腺可是分泌胰岛素的器官，而胰岛素是体内唯一能够控制以及代谢血糖的物质。胰岛素的分泌减少，敏感度降低，必将会导致血糖失去控制。所以糖尿病人生活中必须要远离各种酒水，喝酒就不是他们能够沾染的事情。3. 如何更有效的控糖？糖尿病患者人数这2年在我国是越来越多了，正是因为患者人数多，所以很多社区都有自己的糖友群，大家平时都会在群里面积极的交流病情，分享自己的控糖经验，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。总结大家的经验可以发现，最有效的控糖方式无非以下几个方面。1. 科学控制的饮食。我们一直都在说，想要控糖就要守好饮食观，管不住嘴，想要控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总的说来，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在粗不在精，在严不在松。所谓的粗，就是要多吃粗粮，多吃蔬菜，越是精加工的食物就越要少吃。糖尿病人每天吃点粗茶淡饭，要比吃精心烹调的食物好处更多。严就是要严格控制饮食，医生不让吃的绝对不吃，任何食物再好吃也绝对不多吃。一定要记住，不熟悉的东西宁肯不吃，但也绝不错吃乱吃。2. 长期坚持的锻炼。体重越大的人是越容易患上糖尿病的，而且胖人患上糖尿病以后治疗起来困难程度远高于瘦人。对于糖尿病人来说，控制体重的重要性仅次于控制饮食。现实生活中，控制体重最好的手段肯定是各种常规的运动。经常运动的人不但可以消耗身体多余的脂肪，而且还能够增强免疫力，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。只要免疫力增强了，身体受感染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。这样一来，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后遗症自然也就数量锐减。所以说，患上糖尿病以后，必须要坚持长久的运动。运动的量不一定要多大，但时间一定要够，周期一定要长。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血糖控制起来就会轻松很多。3. 减少或者远离熬夜。熬夜这种事情现在很普遍，几乎成为了社会性话题。但糖尿病人想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，最好是减少熬夜的时间，尽可能的早睡早起。只要作息时间规律了，一日3餐也能跟着规律起来，如此血糖控制起来也就更加的效果显著。4. 定期的检查。患有3高等基础性疾病的人，一定要养成定期检查的好习惯。糖尿病患者更是要如此。这样做可以让医生更加准确的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，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。有了更加准确有效的治疗方案，血糖的控制的难度也将会大大的降低。结语：患上了糖尿病，就一定要谨记医生的叮嘱，不让吃的东西，比如面条、糖果、油炸食物等是绝对不能碰的，否则不但会让医生的治疗方案完全失败，而且还会导致血糖彻底的失去控制。一旦血糖失控了，那么麻烦就真的大了，很可能一个小小的外伤都会久治不愈，让患者时刻都饱受心理和身体上双重的折磨。所以说，糖尿病人日常是一定不能任性的，越是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，这种疾病所带来的威胁就会越小。